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房租租金会涨价？先说结论哦，它跟房价很有关系哦，就是房价涨，租金涨，租金涨，房价涨这样。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为什么政府正在打房，可是你却越买越贵哦。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跟你讨论另一个问题，租金指数连涨了30个月哦。来，先看新闻哦。那个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的资料显示，2024年1月主计总处租金指数高达105.19。哦，那这个涨幅有多大？你看这张图，你看啊，这个整个线是翘起来哦。那这个就是很多人不想要面对的真相。一堆乡民都说啊，买房子很贵，租房子就好啦。哦，但事实上是什么？我们在上一支影片已经有讲了，房价就是每年都在涨。哦，那数据也是内政部公布的哦，不是我们乱讲哦。那现在租金指数也跑出来了，房租也是不断在上涨。哦，那房东们哦，听到这个消息，你们大概就准备要涨人家租金哦。那现在很明显的状况是这样，就是房价动，房租也跟着动。哦，这是因为新房子的持有成本变高。哦，那会涨的原因就是预售屋它就越卖越贵嘛，然后新房子出租的房租就自然也要提高，还有税金哦。那个预售屋等它盖好交屋以后，它的那个房屋税会很贵哦，会比中古贵非常的多。那自然也是要出租的话转嫁给租客，所以这个就会造成一个果就是就算你的房子是20年前买的，然后你现在租出去房租是1万块，可是当你看到隔壁一间新房子租到3万块，哦，你不要说你啦，你可能是一位居住正义大侠，这个我不知道你觉得你那个爱钱的朋友他会想要继续租1万吗？哦，还是你那个爱钱的朋友，他看人家新房子租3万，我现在才1万啊，我也没差到哪里去，那我就来租个2万，对不对？这很合理啊。哦，所以大家都在等这个房客的合约到期，然后就要涨到2万块啊，不然的话就要请他搬走。反正到时候如果你那个爱钱的朋友2万块租不出去，他会降到1万5啊，对不对？进可攻，退可守。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房租会不断上涨？很简单啊，这个鸡排都在上涨了，更何况是房租。所以你不要想说，鸡排怎么可以跟房租相比？没有哦，这两个都是民生必需品的属性哦。哦，你需要吃鸡排哦，那你也需要地方住哦。那房子跟奢侈品不一样，奢侈品它就是弹性需求，可是你这个居住的需求这是刚性需求哦。包包你可以忍一下就不买哦，或是你就用那个全家2块钱的袋子继续用。可是房子你没得住，你没地方睡觉，你怎么处理？有啦，听说派出所可以住啦或是天桥底下或是公园，但大家都这样讲，10几万人都这样讲，我相信要是有了那一天，你去公园，你看你已经没有位置睡了，到处都是人所以我跟你说，很多人在那边讲只租不买更划算这个说法，其实它在绝大部分的场景之下它是不成立的，它只有在那个他自己的幻想美好世界之中是成立的。那你当然可以搬去租金更便宜的地方啊，但是你能搬多远？你在台北上班呢，你了不起就是新竹通勤那像现在我们也出现一些同事我那个公司在内湖科学园区他在青埔通勤搭高铁通勤，我听到我就觉得累那还有那个 A7 通勤就林口A7 A9 通勤，哇，这个通勤时间要拉到1个多小时。对啊。你因为贵，你往外搬你能搬多远？问题在这里所以往外搬这件事情是有极限值的，而且你每年搬家很贵，你又不是不用上班。如果你把你的立场改成房东的话，又不一样了。你今天是房东你就想这个租客搬走那我591我再 po 一下，再找一个新的，那顶多就是打扫油漆用一用。老实说，这花了什么力气？没花什么力气啊！这边房价又涨了，我听人家说那个社区现在租多不然我就来涨租2000块，我来住看对啊，所以房租就一直起来。好了，最后你要知道，我建议你还是要有一间属于你自己的房子我今天不是要鼓励你当什么黑心房东而是我们要正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说，房客你今天是房客你对房地产涨价不管涨你的租金还是涨你的房价，你是完全没有抵抗能力的。就它涨了，你就好吧，又来了就这样那你今天房价涨了，你没办法抵抗
房客对于房地产的涨价，他没有丝毫的防御能力哦。就你租客，你住得好好，房东涨房租哦，你能怎么办？你就这个人家霸王硬上弓，你也只能说哦好或不好啊，不好你就搬走啊。你往外一看，哇，这个现在租金头变那么贵哦，这房客就这样哦。那房东，你今天立场变成房东哦。不管房价涨还是你看到隔壁社区房租涨啊，这都是你找借口来涨房租的理由嘛，对不对？房价跌了，请问房租会跌吗？可能会啦，但是它房价剧烈下跌，房租才会跟着动啊。房价持平，房租都不会动，甚至还会微幅上升哦。对，我们上面看完了2个立场哦，你是租客跟你是房东哦，所以不管你今天的身份是什么，你的居住成本就是会随着大环境时间这样子在跑，你的成本是不断的往上拉升的。但你今天是租客的话，你就无法享受到房价上涨带给你的好处。对吧？所以我会建议你还是想办法存钱买房子再说啦。那个是防御用的，而不是说我要炒房那个买房案员叫我炒房，不是这样你要防御你的人生用的。你再苦再累，你可以躲到一个你自己的小房子里面去跑 Uber 嘛，对不对？你就双开啊，你拉幕府一起跑啊，这样再怎么踩还是能够活命嘛如果你很年轻，我看你签下去好了。如果你真的这快不行了，你就签下去。对啊，国家养你啊这都是一种方法。对，那重点是你是拿那间房子来防御你自己的人生，不要这边。你看我们之前也拍过，就是老人租房子怎么租就没有人要租。但你也不要想得太美好，说我一开始我人生第一间房子我就要蛋黄区电梯大楼，屋龄10年内。正3房2厅2卫平面车位，高楼层有景观。大哥，这个是给富2代买的这个不是给我们这种没有什么巴苦背景的人买的我们刚开始买的都是烂房子啊，那个真的是我看到眉头一皱我真的要买它吗？这样对，我也是后来还慢慢换，就我一直讲小换大旧换新但重点是什么？你有一间房子。你就是可以避免房东乱跟你涨价，你可以防御你的人生。那未来如果房价有上涨那你要换大 OK 啊，对啊，你有享受到好处，这样你就立于不败之地。那你不管是自住还是你平常就出租嘛，你至少你留一间房子起来你当你快不行的时候，你有地方可以躲就是这样。那回到居住正义大侠的讲法，就是我就不要买，我就不会赔钱，对不对？对。没错，但是你也不会有赚钱的机会就是这样。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了租金指数连续上涨30个月是什么情况那租金指数会涨是因为房价上涨主要原因就是这个那导致房东们的持有成本增加那房东为了弥补这些持有成本而去提高租金，进而影响整个区域的房租都一起往上爬。而我建议你你不管未来你有没有要买房要自产或投资或怎么样，你都应该要考虑，你要帮你自己留一间房子以避免租金上涨的影响，防御你自己的人生。在你人生遇到重大事故，你落难了你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躲，这样那而且你没有落难的时候，你就出租啊那日后房价上涨的时候，也有相对的好处会打到你的步子里面去。那我也建议你你要务实一点你不要一开始就那边什么3房高楼层有景观5楼健身公寓能不能买？没有不能买啊，你就小换大旧换新就好啦。最后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很瞎的涨租金的理由？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然后让我们参观一下台湾的房东到底有多奇葩。这样讲八卦我接下来讲可能比较快听得懂就听，听不懂真的没什么关系。好，就是先说结论房租涨，房价一定涨；房租涨，房价一定涨；房价涨，房租不一定涨。OK， 我再说一次房租涨，房价一定涨。好，那房价涨，房租不一定会涨。好，它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你今天呢，房东跟你涨1000块、1500块的房租，它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对房东而言，它就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它就造成说，
我一年啊，假设这情况，我一年是不是多收12000块，对不对？所以我年收总租金就加12000，可是我当初买的总价固定在那里嘛，所以我这样回除下来之后，就变成我这间的房子的投报率变高了，出租的投报率变高了，因为我涨租金，投报率变高，投报率变高的情况之下，哦，它就可以往外卖比较低的投报率，哦，比方说，因为它大概5年8年前买来出租的嘛，所以它的总价当时很低，所以它现在换算起来的租金投报率，哦，到4.3%，我乱讲，哦，4.3%。然后看到大家都在涨房租，他发现他也可以来涨，因为他的租客刚好退租，然后要开新的，哦 ，OK， 好，那新租客就用更高的价格跟他租，就直接导致他的房子的投报率就变成6.2%，哦，这我乱讲的啦，哦，好，6.2跟4.3，他可以往外卖啊，卖什么？他卖人家3.5%投报率，人家就会买了呢。市场买方就会买了，因为你自己看现在利率的环境怎么样，就会买嘞。哦，所以你回除这个投报率，哦，这中间几百万的价差跑出来了。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第一个叫做房租上涨，房价一定上涨。好，就这样啊。第二个没什么好解释，就房价在拉的时候，租金因为大家合约都还在嘛，没什么好动的，换租客再换就好了。哦，所以房价在积极的往上拉的时候，房租不一定会动，哦，大概就是这样。好，你是房东，哦，你就对你的租客好一点，哦。那你是租客，我劝你啊，赶快买房子，哦，赶快买房子。那大概就是这样，你要防御你的人生，你不要真的那边跟人家起哄说什么啊，没关系，以后我去睡公园。你要不要去看现在公园现在晚上多少人？哦，那个很好的位置凉亭，你要不要去看？现在晚上几个人睡在那里？你以为还有你的位置哦？卖脑，就是这样。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想不需要我来说明了哦。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你了，因为太多人私讯问了，那干脆拍成影片。先说结论哦，买房置产是为了老了有房也有钱，不是为了短期炒作哦。现在短期炒作赚不到什么钱哦，你不要搞错了。那置产就是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就做个好房东，一直出租合法报税。我的心得哈，第一个，不要爱上你要用来置产的房子，你是要自产欸，不是要买来当传家宝的哈。只要整洁干净、好出租，整理到出租给人家问心无愧，这样就可以了。重点是好出租哦，不是你喜欢哦。好出租的房子比自己喜欢要重要太多了。第二点，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选你要出租的房子啊，就你是要出租你不是要自己住哈。所以什么高楼层啊、有景观啊，其实这种条件哦是很好，但它没办法让你的租金多收1万块、2万块哦。租金租的是行情哦，跟你房子的总价没什么关系。哦，那3房平车就是3房平车的租金行情，2房没车位就是2房没车位的租金行情。所以你打定主意你是要自产，那你更好的选择是你看中一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的什么低楼层啊、面中庭啊这种房子，因为同个社区高楼层同样的房型你跟它租金差不到3000块。可是你买的总价可以便宜个100万以上，那投报自然会高人家很多嘛。自产就是选这个才比较合理。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反驳我？好，那你就去挑挑高楼层有景观，那总价比人家买超过贵100万，然后跟低楼层面中庭的包租公收其实差不多的租金都可以你爽就好。第三点，非常具有潜力的房子往往都很反直觉可是那个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好的自产物件就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室内又脏又乱，漏水壁癌直接起来，其实这种我们最喜欢了。反正总归都是要花钱整理的嘛，不如屋主你就不要整理，你就卖我便宜，让我们自己整理就好了。真的我们认为的好东西其实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写什么全新整理，哎呀，这个就兴趣就少了80%。这个要讲不完啊。总之就是说，自产物件它其实都是反直觉的，它的卖相都不好就是因为它卖相不好，因为它烂，所以它总价才低，它总价低，投报才高那新手很容易不小心去买到那种贵松松的漂亮房子，那变成说它有涨没错啦，可是它涨的空间也不大那老鸟大概都买好地段没整理的烂房子，什么屋龄20几年然后漏水又壁癌就 OK 啊这个没办法训练这是心魔你只能够自己真枪实弹去练习几次你就会懂了，就跟我当初一样
那像我们现在看到屋况不够烂，我会觉得很可惜哦。你要自产，你就是要总价低嘛。同一个社区里面总价低的房子啊，往往都是那没整理啊，条件不好啊，什么地落层、面中庭啊。那自住客门一打开，他乱糟糟的，他就摇摇头不喜欢。可是自产客杀价就买下来，再花几十万整理到 IKEA 风该换的都换，都整理到问心无愧，然后长期出租，其实它投报率更好。这个就是我说适合自产的房子它乍看之下它都很反直觉。以上我的赖最常被问就这3点所以就第一个不要爱上你是要用来自产的房子，第二个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房子第三个适合自产的房子它都很反直觉最后我看好高雄啊，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高雄超棒，高雄不止台积电，未来的影片我也会陆陆续续介绍各项重大建设。自产高雄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超久了那非常的尽心负责。那他们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我就推荐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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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请助理立刻丢几个适合自产的房子给你看。记得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因为买房阿元自产高雄，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